人们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三元九运可以理解为天体运行下地球环境层面的运势。命可能很难改，这个运还是可以去把握的。顺势而为，趋利避害，方可长远。把握运势方能成功。前20年的走土运，只要早先投资房地产身界，都是几百倍上涨，这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人有冲天之志，无运不能啊。先解说三元九运。根据史前文明，古人发现了三元九运，则反映了一众消长原理。宇宙间的能量会随住时间的运行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周而复始。三元九运以每540年为一个大元，每180年为一个正元。三元九运它是分把180年分3部分，60年叫一个元，一个元又分3个部分，每20年是个运。太阳系9个行星对整个地球磁场的这种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运。地球一直在转，就会有这个三元九运。相同的空间会有不一样的气场变化。三元总共是180年，自古便记在乌黄历上，并结合干支历，多用于风水学上。上下四方位宇，往古来今谓昼，宇和昼分别是指空间和时间。古代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经过漫长时期的观测，发现太阳系各大行星的运转规律与地球上的自然和人事现象的运动变化规律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规律性联系，特别是木星和土星的运行对地球的影响。天体运行规律循环往复，永不改变。以此为基础，通过三元九运与洛书九宫、北斗七星加左辅星和右弼位九星，建立和发展了一套时域控统一的堪舆理论。木星环绕太阳一周约12年，土星环绕太阳一周约30年。木星与土星大约20年会合一次，两大星球的汇合，会以我们意志不到的方式对我们施加重重影响。所以玄学家们以20年来划分一个元运。在太阳系的9大行星中，每隔180年，9大行星就会处于太阳的同一边，分布在一个小的扇面中，形成9星连珠。因这种天体运行规律永不改变，所以天文学家根据这种规律划定三元九运的实践体系。同时，北斗七星加左辅星和右弼星的运行规律与地球上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之间存在某种暗合关系，在每运20年都有其中一颗星起主导作用。今年9运由右弼星主导，2022年严格来讲是8运的末尾，8运是2004年到2023年，下一个马上迎来9运，就是24年到43年。上面是它的运行表格。2. 历史验证。7运1984至2003年，20年，卦象后天坎卦和先天对卦，坎为水，黑暗势力。8、90年代，大量的黑社会新闻，而黑社会比较猖獗，港片也常常用黑社会当素材拍片，例如征服古惑仔等片，而当时香港也确实比较乱，黑社会也控制了香港演艺圈。那个时候香港很多产业都有黑社会暗中控制。对卦代表就是金，中国金融经济当时开始开放腾飞。8运从2004至2023年，艮卦艮就代表土地，这20年主打就土地房产，房地产这黄金20年，一线城市涨几百倍都有。3. 离卦基本趋势。9运2024至2043年，卦象后天离卦和先天乾卦。离卦是这个后天卦，我们比较直观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东西。离卦具体分析，离卦上下都是2个阳爻，中间是一个阴爻，离中虚。离也代表虚假、虚无的东西，所以诈骗集团将来会更加猖獗，诈骗案件会越来越多，未来20年人心会更浮躁、虚伪，能量渐渐由实转虚，虚拟经济、数字货币等等变成一种趋势。虚拟在线技术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大数据会越来越火。现在大家基本都上网买东西，在线游戏大火，虚拟代替现实，而脸书也推出元宇宙。元宇宙 Metaverse 是人类运用数字技术构建的，由现实世界映射或超越现实世界，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世界，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9离火运的主星是右弼星右乘，9子火星为中女，主管桃花人缘，此星吉凶参半。
所人要小心周围的陷阱，桃花就是异性间的接触，也可能是感情诈骗变多。离代表中年女性，将来的世界，很多地方都将由中年女性主宰掌权。例如欧洲的女总理、总统、部长、企业家、领导人等等，都由中年女性出头。因五行属火，所以火元素的题材将是这20年的主场景。今年南北极融冰，温度上升现象是这10几年来最严重的，最高温度到达32.5度，冰山融化非常严重。其他像火灾、野火恐频传，极端天气的干燥、旱灾肆虐，农产粮食容易短缺，严重的火山爆发、战争的几率比较高及朝代更迭或国界改变。九运时间节点没这么严格的，是渐变而不是瞬间变化，只是运势变化的时候感受比较明显。一，火也代表战争、战乱的趋将更多，例如俄乌战争，俄罗斯克制不住冲动开打，而中东其他地区火药库将容易引爆产生动乱。九离火运是易经的离卦，其中离为甲胄，举其刚于外，就是离在外有一层盔甲保护的感觉，这隐含战争、军火等等现象。这样套入中国和美国腔，在这几年，从贸易战开始，全球开始中美为主轴的竞赛，无论是贸易、政治、竞技到军事，激烈竞争，而中美周围的多方势力冲突不断，导致各国的疯狂投入军事武器，以备战，其程度不论经费、数量、研发等项目，超越以往等级。离位戈兵，取其刚在于外，以刚自汉，简善越，就是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的概念。戈兵就是兴兵出击，而且是预防性的主动出击，意思是越大家容易情绪不稳，时常冲突，为了不列居下风，就率先早一步出手，用以防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前提之下，迫使各国加大军备竞赛支出。二，离卦代表火、光、电、能源等等好的部分，有利人类的创意、技术、科技问世。中国准备弯道超车，用光量子芯片替代旧芯片制成，如果成功，运算速度将比现在快1000倍以上。光量子计算中，使用光纤作为光量子的内存，进而用光量子内存来提升容错量子计算的量子比特数目的方法。随着集成电路技术逐渐接近原子极限，量子计算被认为是后摩尔时代最具潜力的破局者。相比经典电子计算机，量子计算可以提供指数级的算力提升，从而突破目前日益复杂的金融模型计算、生物医药、材料设计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算力瓶颈。高科技行业、元宇宙、虚拟智能运算、新能源、5G、各种光电、电子信息类、人工智能。离卦中空的代表空间之力、商业、航天领域。现在国外做的比较好是马斯克的 SpaceX 火箭发射，还有贝索斯蓝色起源。马斯克在乌俄战争中也大量使用了低轨卫星、星链计划，将这种东西商业化，大量降低某些航天服务领域的成本。另外，人类也可能找到新的替代能源，例如中国在发展人造太阳、热转电技术可能突破。三，离卦方位上代表着南方，玉位在东方的中国主土木。日本主木中土地方的运势慢慢往南转，天运往南方发力。印度、东南亚国家可能会成长快速，黑马窜起。例如越南2022年的出口额超过深圳。越南海关总局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越南出口迎来创纪录大涨，环比增长 48.2%， 达到 347.1 亿美元，也使越南一季度的出口总额为 885.8 亿美元。同比上升 12.9%， 成长快速。越南海关总局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越南出口迎来创纪录大涨，环比增长 48.2%， 达到 347.1 亿美元，也使越南一季度的出口总额为 885.8 亿美元，同比上升 12.9%。与此同时，中国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该市出口 4076.6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608.3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 其中3月份出口额只有1200亿元左右，同比下降 14%。
由数据上来分析，越南一季度的出口总额超出深圳多达277.5亿美元，其中3月份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2倍，达346.2亿美元。虽然不少分析指出，越南是人口近亿的国家，但越南过去落后中国很多，而深圳则是中国高科技顶尖的城市，但深圳具有中国非常多高科技公司，例如在深圳的全球前几的腾讯、华为、大疆、富士康、百度等等顶尖公司，是中国最重要的先进制造基地，也是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在近30年来傲居中国外贸额的首位。但越南当前能超越，可见追赶之迅猛。另外，位于南亚的印度，疫情后股市大涨，经济逆向上升，毫不受到影响。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达 7%， 莫迪政府进入第2届任期，正迎来产业经济加速增长和国内市场需求爆发的关键时机。印度人口、政策、工业化和城镇化4大红利。印度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2014年开始，印度 GDP 增长率已经连续领先中国5年，并且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印度国家人口超过 13.4 亿，消费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 GDP 总量达到中国2006年水平。中国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7岁，而印度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7岁，15至64岁以下人口占比达到 63.3%， 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4. 离代表虚伪表面，大家注重外在，利好美容化妆品，妆是装修行业，医美将会利好，因为大家对屏幕的就依赖越来越高，心脑血管、眼睛、眼科相关医疗行业，相关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也会发展起来。4. 行业未来提示风险，通过5行相生相克来看。1. 水克火，火旺水弱，水被反克，水本来是克火，但只是几滴水的力量，火是熊熊大火，不但无法浇灭火，还把自己蒸发了。火强反把水给蒸发了，因此火旺之年，南北极融冰加剧。还有水也代表北方，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战火扩及北方，战火就在欧洲，也是我们的北方，这也是火能量把水吞食的证明。火反克金，股票主金水，容易崩盘暴跌，而水方面的能量并无发展优势。疫情后全球人的流动变得少了，跟以前差距10万8千里。其次，对水行业大部分的事物影响不大，但是仍需要注意保持危机意识，预防未然。2. 火克金，金融行业，金融经过了泡沫过大后，容易产生崩盘暴跌的现象，各种金属性的区域发展受制，例如西欧等等国家，因为火克金，所以发展会受到天运的阻力，停滞不前。金代表金融，现在各种政策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因为资本炒作对标的无腔产生巨大的泡沫，所以预防投资物品的暴跌，例如股票、虚拟货币、期货、贵金属、金融属性的虚拟产品等等。3. 火生土，火生土，土的行业影响不大，土主于受生，因为中国房地产已竞争了几十年，泡沫过大，中国房地产目前面临暴跌压力，处于修正期，因为过去货币超发导致的金融问题，地产巨头恒大、融大、贵币、原等地产大鳄接连暴雷。盘整期间，很多城市房地产开始跌价，房产公司财务问题是因为过去积累之前涨得太过了，房子盖太多，目前只是一个消化的过渡期。目前中国国内出现各种防止非一线城市房价崩盘的政策，降低 LPR 等等，国家银行也降准备金 20%， 就是总之国家救房市，这一切就是受生的体现。事实上，今年的疫情过后，上海房子不跌反涨，尤其高端住宅更是普涨 30%， 黄浦江滨江一带的房子持续走高，就连租金都也水涨船高，房地产依然是良好的抗通胀工具。如果你要向银行贷款，但你又会看少说1、
二线城市继续涨价，资本往一线城市集中，因为房地产始终是中国的一个主要产业，政府尽量做到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健。房子依然是银行最信赖的抵押资产。五行属土行业特点包含包容性、稳定性、基础性、土地中介性质等。另外又对信用好的房企发放高额贷款，让这些优质房企去收购那些活得不好的房企资产，以达到盘活资产、规避系统性风险的目的，不会让房地产硬着陆。这一切就是瘦身的体现。这都表明房地产行业不会彻底熄火。但需要注意的是，瘦身的区域3、4线城市很多会慢慢被一线城市吸收，因为资源不集中的及人口少、不利人民发展城市房价腔下跌。例如东北地区人口一直往南流动，未来能够发展好的必须是头部地区，因此从事属土行业的人士对于城市选择及细分行业的选择与把握非常重要。以后以一线城市核心区域及有人口及产业支撑的利好地区为主。另外土也代表土地，厚德载物，国家强化农业发展，农民农业相关问题值得重视。粮食危机，农药、化肥、农业未来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对于进口依赖程度很深。国务院在对当前形势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在今年预算安排3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10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4. 木生火，木会被火消耗，五行属木性行业能量被泄属木行业因木生火，这个时候自己并不当运，能量并不是最佳状态，但还是需要拿出自身的能量来生火，因此会出现能量耗泄吃力的状态，表现出来的就是下滑、不稳定、萎缩、被调控等。木代表草、树等植物，全球农作收成或是农粮可能会不好，或农产粮食、农业科技研发相关的原物料行保护主义，只进不出，缺乏粮食的状况下，也可能因此研发出全新的农业技术，例如发明人造食物或智能植物等。木也代表东方，木生火，东方的国家会产生虚耗，如日本的经济，日本位于东方属木，木生火，基本消耗其力，使其虚弱。从2019开始，日元大贬值，外资大量做空日本，是否应验了日本被消耗？日本目前已失落30年，经济停滞，往下行将继续。如果有属木的，要知道趋吉避凶，趋利避害，对自己有好处的。以上就是用3元9运来分析往后20年左右离运的状况。谢谢观看，作者狐狸威哥。